当小吴提到韩教授的请柬时，肖长坤只感觉脑子嗡的一声，便顿时炸裂开来。本就做贼心虚的他忙对电话里的小吴说道：好好好，那什么，我知道了，没别的事，挂了，先挂了。说罢便赶紧按下挂断按钮。一旁的马兰好奇地问道：韩教授？什么韩教授？肖长坤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心理素质，在这个时候自然地说上一句就是老年大学的一个同事，这件事大概率也就过去了。可肖长坤偏偏就是那种心理素质极差，而且临阵必慌、一慌必乱的选手。马兰只是随口一问，他额头的冷汗就已经流了下来。于是他一边紧张地偷瞄着马兰，一边控制不住结巴地开口道：没谁。马兰意识到不对劲，皱眉道：我问你什么韩教授？你说没谁是什么意思？谁是韩教授？什么请柬？请你干什么？说着，马兰看到肖长坤耳鬓之间已经有冷汗流了下来，便立刻追问道：肖长坤，你紧张什么？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肖长坤心里慌乱至极，但也只能硬着头皮解释道：我真没什么好瞒着你的，我瞒着你做什么呢？马兰目不转睛地盯着肖长坤，而肖长坤哪敢与他对视，只能装作专注地看着前方。马兰这时候开口道：肖长坤，你这个人脸上藏不住事儿，你肯定背着我搞什么鬼了。说罢，他立刻就要打开扶手箱看个究竟。肖长坤哪敢让他看，那请柬自己虽然也没打开来看过，但请柬上面肯定是有新郎新娘名字的。要是让马兰看到韩美琴3个字，这件事情就彻底爆雷了。于是他只能豁出去，用手肘死死地压住扶手箱，说什么都不让马兰打开。可他越是如此，马兰心里就越怀疑，也越要一探究竟。于是他咬着牙对肖长坤吼道：我警告你，肖长坤，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现在立刻马上把你的胳膊给我拿开，让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不然的话，今天这件事情我跟你没完。肖长坤又急又怕，一边继续死死压着，一边负隅顽抗道：哎呀，真没什么，就是一个同事要结婚了给我发的请柬，破请柬有什么好看的？马兰厉声道：就一张破请柬，为什么不能让我看？我今天还偏要看，你给我撒开，快点的。肖长坤连连摇头：你别看了，真的只是一张结婚请柬而已。马兰见他死犟不松，气急败坏的忽然趴在他右臂上猛地咬了一口。肖长坤哎呀一声，下意识将手猛抽回去，连带着左手都跟着一抖，车也在高速上画了个 S 型。肖长坤吓得赶紧把方向回正，让车辆继续回到原本的车道行驶，口中不假思索地骂道：你有病吧？不知道这是在高速上吗？不要命了。马兰没理会他，而是趁着这会儿功夫，直接打开了扶手箱，将里面一份大红色的请柬抽了出来。他一边打开请柬，一边在嘴里嘀咕道：还真是结婚请柬，妈的，肖长坤，你是真他妈没意思，别人给你发一份请柬，你有什么好藏着掖着？我还能怀疑你跟人家的老婆有一腿吗？瞧你紧张的那个鸟样子。说罢，他便将请柬翻开。马兰也是有生活经验的，看请柬先看落款，反正请柬正文无非就是老一套的客套说辞，然后再写上婚礼举办的时间地点。他对这些都不关心，只关心那个什么韩教授为什么让肖长坤如此紧张。所以请柬打开不过1秒钟，马兰就看到了2个人名，一个是贺远江，一个是韩美琴。韩美琴，看到这3个字，马兰感觉仿佛就是3把刀在剜向自己的眼睛。而肖长坤也是胆子肥了，他知道眼下已经迫在眉睫，所以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在马兰打开请柬的1、2秒钟之内，便像毒蛇咬人似的，瞬间伸手将请柬从马兰手里抢了过来。紧接着，他直接放下主驾驶一侧的车窗，直接将那请柬丢到了车窗外。这辆库里南在高速上行驶的速度超过了100公里每小时，请柬刚被丢出窗外，便瞬间没了踪影。肖长坤自作聪明的以为，这么短的时间内，
马兰有极大的概率根本都没来得及看到最后的落款。现在的请柬被自己丢出窗外，就算是死无对证了。此时此刻，马兰从刚才突发的状况中回过神来，见请柬已经被萧长坤丢了，他便慢慢悠悠地摇头笑道：“哎呀，萧长坤，你这个人是真有意思，不过就是一份请柬吗？别人请你喝喜酒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你有什么好瞒着我的呢？”萧长坤以为马兰没看到落款，便连忙说道：“哎呀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跟那个要结婚的人关系不太好，所以压根就不想去。”说着，萧长坤又道：“我本来就不想收这份请柬，是我们会里的小吴自作主张帮我拿过来的，而且是他自作主张放进了我的车里。不是，我是想着就当不知道这事儿不就得了吗？所以这请柬留着也没啥用，不如直接丢了。”哦，马兰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“原来是不熟的人送的请柬啊。那你说这事，他说来也奇怪，你跟他们都不熟，他们干嘛给你送请柬呢？”萧长坤一拍大腿：“嗨，你说他们送请柬想干嘛？当然是想收份子钱了，对不对？”马兰点点头：“那这人可真是够不要脸的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还给你发请柬，说你的份子钱将来还有机会还给你吗？”说完，马兰又自说自话地感叹道：“哎呀，说不定还真有机会啊！你不是一直要跟我离婚吗？跟我把婚离了之后，你要是再找一个，不就也能办婚礼了吗？”萧长坤尴尬地摆摆手：“行了，老婆，你就别拿我开涮了。我之前说离婚都是气话，你不也没答应吗？一起过了30年，还能真离啊？”萧长坤不知道马兰是在故意给自己下套，他之前确实盼着跟马兰离婚，但马兰也确实凶悍，动不动就把同归于尽这样的话挂在嘴边。当时韩美琴还等着自己的时候，自己都没鼓足勇气跟马兰一刀两断。现在韩美琴马上都要嫁为人妇了，自己更没必要坚持跟马兰离婚了。现在离婚，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？而且以马兰一贯的霸道泼辣，一旦真离了婚，自己肯定要收拾铺盖卷滚蛋的，到时候岂不是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？万一他马兰记恨自己，再跑去书画协会闹一闹，自己这就算是全完了。所以现在这种情况，必然不可能再提离婚，就算马兰同意，自己也不能答应。马兰此时不由得冷笑出声：“哎呦哎呦，萧长坤，你又不打算跟我离婚了？”萧长坤赶紧附和道：“老夫老妻了，正经人哪能这么大岁数还闹离婚呢？这要是传出去，不让人笑话吗？”马兰讥讽道：“哎呦，那我就纳了闷了，那韩美琴这么大岁数了，又离婚又二婚，她就不怕人笑话吗？”萧长坤下意识地说道：“嗨，美琴那是丧偶。”刚说完，萧长坤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他刚放下的心瞬间又提了起来，战战兢兢地问道：“老婆，你怎么想起来提她了？”马兰也不再伪装，登时怒骂道：“萧长坤，你他妈可以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你是把我马兰当猴耍啊？刚才那请柬上明明就写了他的名字，你以为我没看见吗？”萧长坤心里顿时咯噔一声，整颗心沉入谷底，他哆哆嗦嗦地说道：“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件事我不是想骗你，只是不想让你知道，影响你的心情。”马兰侧过身，一巴掌甩在萧长坤的脸上，气急败坏地骂道：“萧长坤，你在这跟我放什么屁呢？还什么不想让我知道，影响我心情？你觉得我会信你吗？”说罢，他气冲冲地质问：“你说，韩美琴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们俩什么时候重新勾搭上的？”萧长坤被打了一巴掌，心里是又气又怕。女儿女婿都不在车上，连个能劝架的人都没有，而且他也不敢还手打马兰，一旦自己动手，马兰肯定会跟自己拼命，到时候不管有什么都会往自己身上招呼，更何况自己还在高速上开着车。无奈之下，萧长坤委屈地捂着脸说道：“老婆，你刚才也看到了，人家给我发的是结婚请柬，人家有男朋友。”“哦不，
是有未婚夫，而且下礼拜就要结婚了。我跟他肯定是清清白白的，不然人家为什么给我发请柬？他未婚夫我也认识，就是咱们金陵财大的教授。清清白白？马兰厉声质问道。你他妈30年前跟他睡过不知道多少次，你这个臭不要脸的王八蛋，还在学校情侣坡的小树林跟他搞过。你当我不知道？你俩有这么多龌龊的过去，你跟我说你俩清清白白，谁他妈信你？萧长坤顿时骚得难受，结结巴巴地问：你都听谁说的？没有的事儿。马兰又一巴掌抽过去，歇斯底里地吼道：还他妈想骗我？这都是韩美琴亲口跟我说的，你还想抵赖？萧长坤顾不上疼，紧张不已地说道：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跟你说这些？马兰冷哼道：你别忘了，我当年跟韩美琴可是同寝室的好朋友，她那种傻白甜，脸上根本藏不住事儿，跟你干完那事儿回寝室，那脸都能红上一宿。我找个机会几句话就都给她套出来了。我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提，就是觉得反正他也去美国了，我没必要提你们俩的龌龊事，让你心里头回味无穷。说罢，马兰握紧拳头，气得浑身发抖，颤声道：从这件事就能看得出，你这个王八蛋一直没跟我说实话。你说你们俩到底怎么勾搭上的？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韩美琴那个骚货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是不是他一回来你们俩就勾搭上了？萧长坤自知理亏，不敢回答马兰的追问，只是下意识地让身体尽量往左侧，以免再次挨打。马兰一见他不说话了，就知道他心里100%有鬼，于是疯了一般直接把安全带解开，一下子就扑到萧长坤身上，两只手像发了疯的野猫，拼了命地往萧长坤脸上招呼，口中恨恨道：王八蛋，你敢给老娘戴绿帽子，老娘跟你拼了！